2015年5月20日，重庆小伙陈荣娶了一位法国美女辛迪。婚后，辛迪选择定居在中国重庆，两人一起吃好吃的，一起玩耍。辛迪不仅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还先后为陈荣生育了2个混血儿子。如今，距离他们结婚已经过去10年了，他们的跨国婚姻还幸福吗？大家好，我是南风，今天带大家走进陈荣和辛迪的中法跨国婚姻。1985年6月，陈荣出生于重庆市潼南区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陈本伦与母亲彭旭莲经营着一家家具加工厂。陈荣是家中独子，从小就深受父母宠爱，也被父母视作希望。2010年，25岁的陈荣从四川美术学院硕士毕业之后，他通过应聘来到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任职艺术系老师。陈荣本人长相帅气，有着近1.8米的身高，但在当时属于大龄青年且没有对象，亲戚朋友们四处给他介绍，陈荣都不为之所动。除此之外，陈荣还是一个有天赋的画家，作品非常惊艳。2014年3月10日，陈荣受邀参加了学生们组织的一场派对，也正是在这场派对上，陈荣遇到了一生挚爱辛迪。辛迪于1990年7月14日出生于法国中部城市布尔日，父母都是普通职工，家庭属于中产阶级。辛迪是家中独女，父母对她尤为宠爱。2010年，辛迪在法国完成本科学业，随后前往英国考入顶尖学府伯明翰大学，攻读国际贸易专业硕士学位。时间来到2013年，辛迪顺利拿到硕士学位。同年6月，在朋友的热情邀请下，辛迪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来到山城重庆，进入一家培训机构，成为法语老师。来到中国后，辛迪刻苦学习中文，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2014年3月10日这天，在中国朋友的邀请下，辛迪参加了陈荣出席的那场派对。派对上，辛迪身穿一袭红裙，脚踩高跟鞋，配上红唇和白皙的皮肤。他一出场，现场瞬间爆发热烈欢呼，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陈荣自然也不例外。这时，旁边的朋友凑过来告诉陈荣，这姑娘是法国人，在重庆教法语，是不是巴适得很？很明显，陈荣也被辛迪出众的容貌深深吸引，他按耐不住急切想认识这位法国美女，但一直没找到合适机会。眼看派对就要散场，陈荣却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直到派对结束，陈荣终于鼓起勇气走到辛迪身边，轻声说道：“你好，能交个朋友吗？能加个联系方式吗？”辛迪非常有礼貌地拿出手机，和陈荣互加了微信好友。当天晚上回到家，陈荣就急不可耐地翻看辛迪的朋友圈，想了解他的日常生活和过往经历。一边翻看，陈荣还不忘点赞和留言。到了第二天早上，辛迪发现朋友圈竟然有200多条新动态，每条评论都来自陈荣，充满了称赞和鼓励。那一刻，辛迪内心感到无比温暖。几分钟后，陈荣又发来微信：“早上好，早餐是一天的开始，祝你有个好胃口。”陈荣的嘘寒问暖让辛迪觉得这位中国男人实在太贴心了。从这之后，两人开始用微信聊天，从出生经历聊到兴趣爱好，两个年轻人互相了解，互生爱慕之情。1周后，两人相约第一次约会，喝下午茶。当时陈荣发现辛迪甚至比当晚看起来还要漂亮，自己站在他身边，个头甚至还要矮上1那么点。这次见面后，陈荣心里有些自卑，觉得配不上辛迪，一直不敢表白。可他哪知道，辛迪其实也早对他芳心暗许。2014年4月27日，这天是陈荣舅妈的生日，陈荣提前打好招呼，会带朋友来庆生。下午，陈荣带着辛迪来到舅妈家。舅妈问陈荣：“这个女孩是谁？”让辛迪意外的是，陈荣居然直接说：“舅妈，这是我的女朋友辛迪。”当时辛迪很害羞，但内心是高兴的。从舅妈家出来后，辛迪反问道：“你为什么说我是你的女朋友呀？”陈荣终于鼓起勇气说：“难道你不想当我女朋友吗？”说罢，辛迪害羞地红着脸背过身去。陈荣见势抱住了她。就这样，两个人在一起了。1周后，陈荣带着辛迪回家见父母。母亲彭旭莲第一次见到这个标致的洋媳妇，心里乐开了花。
彭旭莲给儿媳妇张罗了满满一桌好菜，吃饭时不停地往辛迪碗里夹菜，让辛迪感受到这个家庭的热情。打那以后，辛迪常到陈荣家串门，和陈荣父母关系日益亲密。陈荣父母也带着辛迪到重庆周边游玩，相处过程中，辛迪深深爱上了重庆，也有了嫁给陈荣的打算。2015年5月20日，陈荣带着辛迪到重庆市民政局领取了跨国结婚证。从这一刻起，法国姑娘辛迪正式嫁给了重庆小伙陈荣。当时辛迪已经怀孕，她辞去法语老师工作，全身心养胎。两人租住在2室1厅的房子里，生活简单温馨。2015年10月19日，辛迪在重庆一家医院生下混血儿子陈荣，取名陈诺。有了孩子后，婆媳矛盾随之而来。首先是因为坐月子的事情，在法国孕妇是不坐月子的，但婆婆为了辛迪健康，希望她按中国习俗来。那段日子，婆婆不让辛迪出卧室门，甚至下床或洗澡都要说几句，婆媳间吵个不停。陈荣则成了和事佬，每天劝完媳妇，劝老妈。不过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文化碰撞中，婆媳开始互相理解。彭旭莲不再自作主张的干预，辛迪说话也慢慢温柔，一家人关系逐渐和睦。2017年6月，辛迪又生下小名叫溜溜的混血儿子。这一次，婆婆不再强迫儿媳坐月子。虽然看不惯辛迪喝冰水、天天洗澡，但婆婆选择忍着少说话，安心照看孩子。看着家庭和睦，陈荣调侃道：“你们这次怎么不吵架了？”说罢，一家人笑了起来。2个儿子的到来让家庭无比幸福，但意外很快降临。2017年8月，陈荣在体检中被查出患有甲状腺肿瘤，这对全家是沉重打击。陈荣放下工作住院治疗，10月份接受了成功的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后，陈荣回到家休养，但内心遭受打击，迟迟走不出阴影，一度患上抑郁症，情绪焦躁，甚至多次向辛迪发火。辛迪感到委屈，好在婆婆一直陪伴。每次陈荣发火，婆婆都会代表儿子向辛迪道歉，陪家庭度过难关。2017年12月，陈荣终于走出阴影，重新开始上课。辛迪则带孩子回法国探亲。在法国，辛迪比国内更忙，孩子全靠他一人，父母宁愿散步也不搭把手，这让辛迪既无奈又无语，不久便回到了中国。2018年9月，大儿子上幼儿园，辛迪将小儿子托付给婆婆，打算出去赚钱。经商量后，辛迪在重庆渝北区开办了名为诺伊语言国际俱乐部的培训机构，辛迪当校长，陈荣利用课余帮忙招生。由于2人曾参加节目有一定知名度，机构很快招到200多名学生，手下有10多名老师，其中包括3名法国外教。培训班办得红火，但也让辛迪忙得不可开交，陪伴孩子的时间变少，全靠婆婆照料。2020年疫情爆发后，辛迪无法回法国，培训机构也难以维持，最终忍痛关停，回归家庭。2021年8月12日，辛迪一家接受采访。视频中，辛迪和儿子学习中文，陈荣在厨房忙活法餐。按照辛迪的说法，平时都是陈荣做饭，但家里吃的最多的还是中餐。如今37岁的陈荣和32岁的辛迪生活在重庆，感情依然甜蜜。虽然偶尔拌嘴，但陈荣总会克制脾气，主动道歉。大儿子已上小学1年级，小儿子在幼儿园快乐成长。对于教育，他们希望以身作则，多陪伴，坚决不报课外班。每个周末，一家人都会去郊游踏青，享受亲子时光。好啦，关于辛迪和陈荣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它是一个被神秘面纱笼罩的国度，它以其无法抗拒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人。这里，女性以其无与伦比的优雅和时尚，成为了街头最亮丽的风景线。她们的每次转身，处处都洋溢着浪漫的氛围，仿佛是一首无声的诗，在诉说着这个国度独有的韵味与风情。这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堪称全球顶尖，它的慷慨程度简直让人惊叹。这里的福利支出竟然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 34.9%， 涵盖了从医疗、教育到日常生活、交通、失业补助等400多种福利项目。
几乎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绝对是全球最舍得花钱的国度。这里的人们每周只需工作35个小时，每年还享有大约5周的带薪休假。一个人每年能够有150天的时间去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全球知名的一线奢侈品牌，无论是圣罗兰、爱马仕、迪奥、路易威登、兰蔻、卡地亚、纪梵希、宝诗龙、娇兰还是香奈儿，都源自这片土地。空客、达索、阿尔斯通在航空和轨道交通领域是响当当的巨头，而欧莱雅集团则是全球最大的化妆品与美容企业。那个享誉世界的豪华汽车品牌布加迪也在这里诞生，以其生产的千万级豪华跑车而闻名于世。每一辆轿车都堪称世界级的经典名车。它同时还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全球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有波尔多、勃艮第、朗格多克杠鲁西永。著名的葡萄酒品牌包括拉菲拉图、马戈、牧童、奥比昂、低金、罗曼尼、康帝。这里的香槟产区是世界最知名的起泡酒产区，只有这里出产的起泡酒才能被称为香槟。悦、唐、培里农和库克等品牌是香槟产区内的著名品牌，更是在全球享有盛誉。它在北约成员国里是极少数没有美国驻军的国家。它不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保持着独立的姿态，它的军事装备也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气。它的幻影阵风战斗机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更是有实力和美国的装备掰一掰手腕。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属于资本主义制度，是欧洲4大经济体之一，拥有全球最大的专属经济区，是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它的核工业实力排在世界第3位，拥有全球最高的核电比例。它拥有众多世界闻名的景点和文化遗产，每年都吸引着全球数百万游客前来游览。不过这里也被网友们戏称为肥羊和小偷之都，提醒着每一位到访的游客在欣赏美丽风景的同时，也要时刻保持警觉。这里的乡村地区，古旧房屋诉说着百年沧桑，400-500年的建筑随处可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生活步调悠然，远离喧嚣，没有攀比和复杂的人际纠葛，只有宁静与简单的生活气息。体育，尤其是足球，是这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拥有超过3万个足球场，各类俱乐部数量接近16000家，平均每2个市镇就有1家足球俱乐部。该国家队被称为高卢雄鸡，曾夺得1998年和2018年世界杯冠军，1984年和2000年欧洲杯冠军。普拉蒂尼、齐达内等传奇球星，德尚等教练享誉国际。姆巴佩、格里兹曼、博格巴和帕瓦尔等新一代球星继续在国际足坛创造着他们的辉煌。教育是这个国度的另一张名片，从小学到高中教育完全免费。这里的2孩家庭每月可以领取大约130欧元的儿童金，3孩家庭每月可以领取大约300欧元，14岁以上的孩子每月还能额外增加大约66欧元。这里的小学生除了周6、周日，每周3下午或者一整天也都能休息，还动不动就放假。在这里，你想卷都卷不起来，充满了轻松与自由。美食是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璀璨宝石，这里的烹饪艺术与中餐和意大利菜并驾齐驱，是世界3大菜系之一。它依然是全球范围内米其林星级餐厅数量最多的国度。从可颂面包那层层叠叠的酥脆口感，到马卡龙那甜蜜又细腻的滋味，再到鹅肝酱的丰本滑润，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无数美食爱好者前来探寻与细细品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戴高乐展现出的政治胆识与魄力，从拿破仑的军事才华到玛丽居里的科学探索，从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思想光芒，到维克多、雨果和莫泊桑的文学殿堂，再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哲思，这些闪亮的名字不仅铸就了法兰西辉煌的历史篇章，也为全人类文明的星河增添了不可磨灭的璀璨光芒。19世纪中叶的第2次鸦片战争是它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
在这场战争中，他与其他西方列强联手对中国进行了侵略和掠夺，特别是在1860年对圆明园的洗劫和破坏，对中国文化和历史遗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他又一次加入了对中国的军事干预和资源掠夺，这不仅让中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也让两国之间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法兰西共和国简称法国，首都巴黎，它位于欧洲西部，北接英吉利海峡，西濒大西洋，南临地中海，东部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意大利接壤，西南部与西班牙和安道尔接壤，西北隔英吉利海峡与英国相望。其总面积为55万平方千米，拥有2700公里的海岸线和2800公里的陆地边界。法国本土被划分为13个大区和94个省，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风貌和传统。截至2024年，法国人口约为6837万人，主要为法兰西民族，大多信奉天主教，官方语言为法语。在经济方面，2023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约31000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6000美元，是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印度和英国之后的世界第7大经济体。法国作为全球顶尖的发达国家之一，也是工业强国中的佼佼者。凭借其在核电、航空、航天以及铁路等多个关键领域所占据的世界领先地位，充分彰显了其雄厚的科技实力与卓越的创新精神。在钢铁、汽车和建筑行业这3大工业支柱的有力支撑下，法国的工业基础显得格外坚实与雄厚，为国家的持续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地理上，法国的多样性令人赞叹。北部和西部的平原和低地，尤其是富饶的巴黎盆地，是农业生产的温床，孕育了丰富的农产品。而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以其标志性的勃朗峰展现出大自然的雄伟壮丽。比利牛斯山脉在西南边界耸立，中央高原在中南部绵延，侏罗山脉与瑞士接壤，而福日山脉靠近德国，每一处都诉说着法国的地理传奇。塞纳河、卢瓦尔河、加龙河和罗讷河等主要河流像生命的动脉滋养着这片土地。气候的多样性同样赋予了法国独特的自然景观。西北部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南部沿海的地中海气候，东部和东北部的温带大陆性气候，以及高山地区的高山气候，共同构成了法国复杂多变的气候类型。巴黎，这座被冠以光之城与浪漫之都美誉的城市，不仅是法国的首都和最大城市，也是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中心。作为世界5大国际大都市之一，巴黎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站在埃菲尔铁塔顶端，巴黎的璀璨夜景尽收眼底。卢浮宫里蒙娜丽莎的微笑，胜利女神的翅膀令人沉醉。凯旋门下香榭丽舍大街的繁华与协和广场的宁静交织成一幅动人画卷。巴黎歌剧院宏伟与精致在此完美交融，这里是艺术与文化的交汇之地。巴黎圣母院历经漫长岁月的洗礼，哥特式的壮丽风采依然如故，历史的沉淀令人心生敬畏。蒙马特高地上的圣心大教堂，老佛爷百货的奢华气派，塞纳河上的浪漫游船之旅，每一处都展现着巴黎特有的浪漫与艺术气息。巴黎不只是一个旅行的地方，更是一种生活的姿态，一种对美的追寻与渴望。普罗旺斯是法国南部的一颗明珠，以其薰衣草的紫色浪漫闻名。红土城的自然奇景，凡尔登大峡谷的壮丽风光，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阳光、艺术、美食与浪漫在此地交织融合。普罗旺斯是一个能让心灵深深沉醉的所在，一个仿佛让时间都静止下来的天堂。而在法国诺曼底蜿蜒的海岸线上，圣米歇尔山宛如一位孤独的巨人，傲然凝视着波涛汹涌的广阔大海。这座古老的修道院城堡不仅是信仰的象征，更是时光的见证者。
随着潮水的涨落，它在海天相接之处变换着神秘与安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前来瞻仰朝圣。站在山顶放眼远眺，是无垠的沙丘与那如宝石般闪耀光芒的海洋，让人心旷神怡，仿佛可以听到历史的回声在耳边低语。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喜欢我们内容，请不要客气您的点赞和订阅，以便获取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奇妙故事。我是南风，我们下期视频见。